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说到吃辣，相信很多人都是爱吃的，并且无辣不欢，吃辣很过瘾，还能够提高食欲。那吃辣对身体到底好不好呢？其实如果你适当吃的话，对身体是有好处的，可以保护胃黏膜，止痛散热。但如果吃多了，就会伤害身体了。还有下面这3类人最好别吃辣。第一类人，心脏不好的。大家都知道，辣椒中含有辣椒素，会促进血液循环，导致心跳加速。如果心脏不好，经常吃辣椒的话，就会给身体带来危害。第二类人，有痔疮的人。现在很多人都有痔疮的烦恼，这类人是不适合吃辛辣刺激性食物的，经常吃会加重病情，对健康不利。第3类人，胃不好的人。虽然说适当吃辣可以保护胃黏膜，但对于胃不好的人最好就不要吃了，因为辣椒对肠胃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，如果吃的话就会加重病情。那胃不好的人，建议大家呢可以用丁香叶泡水喝，丁香中含有很多营养成分，具有暖胃驱寒、保护胃黏膜的作用，对预防胃病有帮助哦。说到血管堵塞，其实都是不知不觉的，很多人意识不到。那么想要预防血管堵塞，我们可以用穴位按摩的方法，在我们脚上有个皇帝穴，那经常按一按，有养护血管的作用哦。这个皇帝穴就是公孙穴，公孙穴在我们脚的内侧，第一指骨基底的前下方赤白肉际处，按压会有酸胀感。公孙穴属足太阴脾经，脾同血，所以按摩这里可以调节气血，益气活血，对疏通血管有帮助。按摩时我们可以用大拇指按揉，力度可以稍微的重一些，每次按摩5分钟，每天早晚各按1次。坚持按摩呢，能够打通心血管，对身体健康有益哦。那中老年朋友可以经常的按一按。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穴位，那按摩穴位呢也有很好的养生效果。在我们脚上就有个皇帝穴，经常按一按，对血管、心脏都有好处。这个穴位就是公孙穴，公孙穴是8脉交汇穴之一，属足太阴脾经，在我们脚的内侧，第一指骨基底的前下方赤白肉际处。按压时呢会有酸胀的感觉，平时按摩时呢可以用大拇指指腹按揉，力度可以稍微的重一些，每次按摩3到5分钟，每天早晚各按1次。那中医认为脾同血，所以按摩公孙穴有健脾生血的功效，而且公孙穴可以调动全身，对五脏都有很好的调节作用。没事的时候就按一按，能够打通心血管，对身体健康有好处。中老年朋友可以常按按。大家都知道，脾胃关系着我们营养吸收的问题。如果脾胃不好，身体吸收不了营养，就会生病。所以脾胃不好要及时调理。其实，在我们脚上藏着一个健脾穴，经常按一按，有健脾养胃的功效。这个穴位就是太白穴。太白穴是脾经的原穴，健脾补脾效果非常好。在脚的内侧，脚大拇指往后2厘米的凹陷处，具有健脾益气、理气和胃、祛湿止泻的功效。按摩时用大拇指指腹按揉就行，每天早晚各按1次，每次按揉49下即可。左右穴位都要按到，力度要均匀、柔和、渗透，感觉有酸痛感为宜。那经常按摩太白穴，对缓解胃痛、腹胀、腹泻、肠鸣、消化不良等都有很好的效果。那肠胃不好的朋友可以试着按摩一下。脾胃不好的，平时还要注意饮食，多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，少吃生冷、有刺激性的食物，这样才能保护好我们的脾胃。有这么一句话呀，我忘了，那这是不是你嘴里总说的呢？现在很多人做事情总是丢三落四，记性呢也越来越不好，这可能是你大脑衰老喽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可以帮助提高记忆力。今天教大家的方法就是敲打百会穴。百会穴呢，在我们的头顶正中间，找的时候可以从2个耳尖往上划线，然后和前正中线的交点就是了。找到之后，手握成拳，用拳头敲打这里，每次敲打5分钟。经常敲打这里可以调节大脑功能，延缓大脑衰老，对增强记忆力有帮助，还能够帮助改善脑供血问题哦。大家可以试一试。相信在大多数人的意识里，认为喝粥是养胃的，所以肠胃不好的人就经常喝粥。但为什么有些人喝完粥之后会出现不舒服的情况呢？那喝粥到底是养胃还是伤胃呢？
首先，对于肠胃健康的人来说，是喝什么粥都可以的。但是呢，对容易胀气的人来说，建议喝粥的时候尽量不要喝豆类的粥，因为这样容易加重胀气的情况。还有消化不良的人也不适合喝豆类的粥，容易给肠胃造成刺激。而胃酸少的人是不适合喝小米粥的。因为小米粥容易刺激胃酸分泌，使人出现腹胀、消化不良的情况，所以喝粥养胃也不能随便乱喝。除了上面这些，有2类人最好一口都别喝。第一类人有反流性食管炎的人，因为粥是流体，如果这类人喝粥，很容易导致胃部反流，不利于病情的恢复。第2类人有胃溃疡的人，胃部有溃疡的人也是不适合喝粥的，因为喝粥容易刺激胃部，导致胃酸分泌增多，对胃黏膜造成损伤，会加重病情，所以大家也要注意。有些人啊总是头晕头痛，整天呢昏昏沉沉的，这样的情况不能够大意喽，尤其是老年人，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。那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，预防脑梗哦。那这个动作呀，就是按摩颈部。首先将双手对搓，搓热以后，快速的放在颈部左右2侧摩擦，力度适中即可。摩擦的速度呢可以快一些，要感觉皮肤发红发热。每天早中晚各做5分钟，这样按摩可以促进颈部血管平滑肌松弛和血液循环，能帮助提高大脑供血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、预防脑梗有很好的效果。大家可以坚持做一次。很多人身体肥胖是因为身体经络不通，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用1根擀面杖帮助疏通经络。第一，用擀面杖擀我们的大腿和小腿，因为我们的大腿上呢有很多条经络，所以用擀面杖来回的这样擀大腿和小腿3分钟，可以帮助疏通经络，促进消化和加快新陈代谢，能够让脂肪加速消耗，能起到很好的瘦腿的作用。第2，用擀面杖擀我们的带脉。带脉是一条横向的经络，如果带脉堵了，脂肪就会堆积在腰腹部，使肚子变大。这时啊，我们就可以呢用擀面杖沿着腰部周围这样来回的擀3分钟，这样坚持一段时间，对打通堵塞、加快脂肪消耗有帮助，肚子赘肉也会慢慢减少。那减肥减不下去的朋友，不妨试试上面这个小方法吧，希望呀可以帮助到你哦。俗话说一胖毁所有，很多人大肚挺挺，连走路都艰难，试过节食，试过运动，可是效果呢都不咋地。其实啊，你可能忽略了，可能是经络堵了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打通经络，对瘦身有帮助。首先，自然站立，双手交叉在头顶伸直，手掌心朝上，然后踮起脚尖拉伸身体，脚后跟落地的时候，上半身向前弯曲，双手向下拉伸，最后还原，这样为1次，每天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能够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，拉伸经络，对打通身体堵塞有帮助。每天坚持练习，能排出体内湿气，加快身体代谢，消耗脂肪，让大肚腩远离你哦。得啦，今天就唠这些吧。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下期见，拜拜。